很多人问，是不是一个人有慧根才能去修行？其实修行除了我们在专业的去庙宇清净的修行，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红尘中修行。我们说生活处处是道场，生活中遇到的每个人每个事儿，如意的不如意的，所有的种种境界都是我们的道场，都是要修行的。一个人只要心存善念，那个善念就是根，只要他心里有这个善念，他就可以去修行。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语言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信念，修正我们的行为。它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，为什么我看了很多书，走了很多路，见了很多人，学了很多的东西，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好好的过这一生？我为什么还是不能满怀欢喜的去过好我的生活？所以我们要修行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烦恼的表象背后那个本质是什么。我们修行就是为了找到那把钥匙。所有修行的人都是孤独的，因为当你知道因果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就是起心动念的起手的特别的严谨。所以他不再跟别人去争辩，不愿意去争输赢，甚至不愿意去多言，也不愿意介入别人的生活中。他势必是那个站在远处看风景的人，站在远处内观的人，不再计较得失的那个人。当我们知道因果能成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到你身边来，他为什么成功，为什么失败，我们都能知道那个本质的时候，自然已经不需要多言了。所以不需要证明，不需要刻意的时候，所以它就跟我们繁华的生活里另外一种状态。好多人说这人不太说话，不太多言，很安静，但这样人在安静之后，他特别有力量。当你一个人了解了真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屹立不倒的精神意志，他是一个打不垮、吹不到的这种内在的笃定。他甚至是在历经百难之后，不但我不到，我还可以给别人支撑的力量，所以他很难被别人能理解。他也不需要求的别人的认同，不需要求得别人的理解。他也是一个高维智慧的静默的表达者，所以他必然是孤独的。只要一个人心怀正念，有善念，他想去知道生命的意义，他都可以修行。而且所有的修行是要在世上练的。我们一个人带着的时候都没有事儿，但一旦我们进入了境界，工作来了，生活来了，你喜欢的人来了，你不喜欢的人来了，这个工作的成果、财富的结果是不是如自己所愿的时候，就考验我们修行的结果了。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，就是来考验我们智慧的深浅，是考验我们这段时间对生活、对生命理解的深度。我们很多的这个知识可以靠学习来的，我们的才能是可以靠锻炼来的，但是我们的智慧是要在世上悟出来的，是需要我们沉下心来。我们有谦卑心，我们有虔诚心，
我们有一颗善心，我们有一颗慈悲心，我们才能悟到那些智慧。然而智商和慧根不是一回事，智商低的人有可能慧根高，智商高的人有可能慧根低。那么什么叫智商呢？智商是你的逻辑运算能力，就比如你就像电脑一样，你的8核可能比4核运算得更快更准确，这是智慧。那慧根是什么呢？慧根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性情、灵性。心就是你知道善恶，知道什么叫爱，知道什么叫体验和感受。你看这个慧根，它跟你的感受力、跟你的领悟力和你的性情有关系。智商就是你运算能力，所以两个东西不是完全重叠的。你可能会发现一个人不是很聪明，但这个人很有智慧，他这个人有领悟力，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愿意靠近好的东西。但有的人很聪明，很会计较，很会算计，但这个人也许他没有慧根，不能够接触到好东西。所以你看看你身边的人，我们要追求慧根，不要追求智商。智商高的人活得不一定好，但慧根高的人一定活得好。你看看你身边那些人，活着舒服的人，喜悦的人，都是满脸慈爱，满脸笑容，满脸喜悦的人。而那些智商高的人也许满脸愁苦，就得看这个不顺眼，或者看那个不顺眼。一个人在历经沧桑深谙人性后，依然能善良和纯真，那他有深厚的慧根，喜欢文字，善于思考，不物质，在乎精神上的富有。他明眼慧心，不炫耀，不争不比，不被诱惑，能看穿事物的本质和背后的逻辑，也善于发现美好，欣赏优秀。他思想独立，情感丰富，感性里深藏着理智，不人云亦云，不随波逐流。他看似不合群，却可以让人心无设防的交往，从中体验到真诚和温暖。他有时显得格格不入，灵魂孤独，却是一种不入世俗的坚守。这样的人需要你的独具慧眼，发现了就好好珍惜。拥有慧根的人悟性极高，喜欢听跟生命、因果、禅理、传统文化、易学、术数有关的话题，会时常想着做修行，并且会在某一天去达成。他们思考的问题总是跟生命有关，他会问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，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等问题。他们学什么都比一般人快，清高冷漠，有点像在俯视人间。任何人事物在他面前都是透明的，没遇到事情的时候看着像个小孩那样天真，但是遇到事很抗势，气场立刻就起来了。他们普遍都带有华盖，太极贵人天然对这一领域有独特的见解，就是在人世间他都没经历过的事情，也没学过的事情，他竟然知道该怎么面对。
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靠直觉活着，一直活到今天。这种直觉链接的能力非常强大的人，他一定身上还有另外一个特征，就是这个人善良。有慧根的人从不生报复心，他们选择远离不好的人或事儿，然后重新开始。他们都懂得因果报应，不需要你亲自动手。那什么样的人是有慧根的人呢？你先点赞关注，我接着讲。一个有慧根的人，不一定是到哪儿都受人待见的人，相反的，他极有可能是那种普通人眼里的怪人。这不是因为他的性格有多古怪，而是因为多数人都没有他活得深刻。现实生活当中，他们一般会有这3个明显的特征。你全部看完以后，对照看看自己身上有几个。第一个就是比较沉默，要么不开口，一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，看问题有他独特的视角和理论，他们能够快速地对事物做出深刻的分析。第二个就是他们喜欢独处，他的这种离群所居，基本上是因为他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对他而言最有价值的事情上。时间久了，慢慢的就养成了喜欢静思默想的这种习惯。第三个，他们精神为上，精神财富在他们的眼里是高于一切的，物质上不会有太多的执着，他们会保持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态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越是执着什么，就越会在这个执着上挣扎而不可的。所以其实说到底，人的慧根也是需要养的，也是需要静下来的，因为静能生慧。慧根是37道品中的5根之一。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达明了真理，就可以称为慧。慧也可以理解为智慧，智慧越高的人，慧根越深，慧根越深，也就越容易开悟。如果我们认真观察的话，就会发现以下这3种人慧根是很深的。第一种人，与佛有缘之人，佛缘越深的人，慧根就越高。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佛缘。六祖慧能禅师在讲述《金刚经》时说道：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，小根小智人闻，心生不信。意思是说，这本经典是为慧根较深的人所说，如果慧根较低，听闻这部经典后，内心就会狐疑不信。一个不相信佛法的人，佛也渡不了他。正如经典里所说，佛法甚深海，唯信能入，唯智能渡。这样的人善缘较浅，慧根较低，听不进去正确的见地和法理，而听不进去正见的根源，大多是因为被无明妄见遮蔽太重，所以障碍了他的智慧。而那些慧根较深的人，往往都是与佛有缘之人。如果你喜欢听闻佛法，喜欢亲近大善知识，喜欢诵持各种经典，就说明你是有慧根之人。第二种人，相信因果之人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接触到佛法，
那些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当中，也有一些人慧根很深，那就是深信因果之人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慧根，是不会相信因果的。因果规律并不是谁创造出来的，而是世间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。有智慧的人会顺势而为，成就自己；没有智慧的人则会因天而为，到头来毁掉自己。道德经里讲道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人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产物，应该效法天地合道而行，顺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。而相信因果其实就是顺天道而行，行善就是顺天，作恶就是逆天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一个人只有顺应自然的变化，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才能更好地生活在天地之间。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都相信世间的因果真实不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如果你不信因果，那很可能表明你的慧根太低了。第三种人，思索真理之人。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孝之；不孝，不足以为道。一个人如果经常喜欢思索人生的真理，并且愿意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持续精进的努力，那么这种人的慧根是最高的。佛陀在没有证悟之前，就喜欢深入思考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经常思考如何从生老病死的痛苦当中离苦得乐，获得解脱。最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终于悟到了答案，证得了无上菩提，也获得了究竟圆满的解脱。包括阳明先生格竹致知，龙场悟道，都是在一次次深入思考的过程中得以体悟本心。上面所说的这三种人，都是慧根很深的人，只要坚持修行，就会比平常人更容易开悟。参照一下，看看这三种人当中有你吗？在佛家看来，一个人慧根深浅与否，直接决定了其修为的上限。凡慧根深厚之人，其内心常驻明灯，内心光辉明亮，目聪耳明，难生无明妄念。反观慧根浅薄之人，内心虽也有烛火驻留，但是一旦妄念杂念缠身，其内心就容易被干扰，心神难以专注，以至于修行受阻，过程势必几经波折，难成大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对于学佛不深的佛弟子而言，怎样做才能看出自身的慧根？怎么区分慧根的深浅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昔日我从一位与我交情颇深的高僧口中得到了比较权威的答案。这位高僧借用《杂阿含经》中以马玉人的故事为我分析，将芸芸众生依据慧根深浅划分为四种，4种良马代表着4种人，其中能做到第一种的是真正有慧根之人。今日我便将高僧的见解分享给大家，大家不妨参考一下，
看看自己属于其中的哪一种吧。01明察秋毫，洞悉人生规律者。杂阿含经中记载，佛陀曾给座下众弟子讲述了一个关于慧根的比喻。世上有4种马，就好比慧根深浅不同的4种众生。佛陀对众弟子说4种马欲，是因为众生都有着不同的慧根，只有了解了自身慧根的深浅，才能选择正确的修行之法，早日修成正果。高僧说，4种马欲中，第1种马是慧根最深厚的，称之为第1良马。这种马能日行千里，迅疾如流星。最可贵的是，这种马灵性十足，主人一扬起鞭子，良马就能察觉到主人的心意，拉车时做到快慢得宜，与驾车人做到完美配合，不掉链子。这种马所代表的人，往往是慧根最深厚的，他们能明察秋毫，洞悉人生规律，是真真实实的智者。他们见祸于未萌，往往能在或是危险发生之前就提前察觉到，并及时想出处理方法，在或是没发生之前就先将之消弭规避掉，避免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。相传古时一位君王即位后，拥戴他登位的家族因为有从龙之功，逐渐生出骄横之心。有一位充满智慧的大臣看在眼中，心知若不加以压制，终有一日必生祸患，最后会使得百姓遭难。大臣多次上书向君王言明此事，君王也渐渐重视起来，大力压制彻查这个家族。果真发现了有人在密谋叛乱，大臣明察秋毫，提前发现了祸事的苗头，使得无数百姓免于被斗争波及。由此看来，凡慧根深厚之人，多半智慧盈深，可以做到见危于无形，见祸之未萌，继而想出应对之法，既保全自身，亦能使得其他人也不被危害。此类人身怀大智慧，多积累功德，当有大福报在身。02反应灵敏，有小智慧者。高僧说，第2种良马则是小慧者，当驾车人的鞭子朝他挥舞过去，他虽然看到鞭子的影子，但是还没警觉起来。不过等鞭子划过蚂蚁巴末梢的毛发以后，他能快速明白驾车人的意思，快速动身拉着马车跑动起来。这种良马代表着的人，慧根虽不及第1良马，却也还算深厚。遇事虽不能像智者那样在祸事还没发生时就警觉起来，但是在祸事来临以后，却能快速反应过来，在最短时间内找到稳妥的应对方法，从而保护自身不受祸事危害。诚然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或是来临选择明哲保身的时候，切不可牺牲他人利益，或者将其他人当作挡箭牌来抵御祸事。明哲保身的前提是不能伤害到其他人的人身安全和利益，这个是非常容易走偏的。
而一旦走偏，就容易多生事端。故此，在生活中和工作中，我们都应当谨记明哲保身，这也是一种智慧，能帮助他人远离危险，固然是好事，但我们自身的安危也是同样重要的。做事的时候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不能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最起码做到照顾好自己，不给他人和社会增添麻烦，这也算是行大善一件了。03后知后觉，脑子慢半拍者。高僧表示，第三种马识为后知后觉者，在驾车人挥舞鞭子时，他们完全不为所动，即使鞭子抽打到毛发和皮肤上，也依然没有半点动作。只有当驾车人发起火来，用力地挥舞鞭子抽打在身躯上，感受到疼痛以后，他才会如梦初醒般，依照驾车人的想法拉着马车跑动起来。这种马所代表的人，其慧根较为浅薄，反应不够灵敏，除非或是真正落在身上，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后，才会开始有所行动，否则就算明知道或是来临，也不会有任何动作。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处在这个层次，他们危机意识淡薄，没有前天下之忧而有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维，不懂未雨绸缪，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，都时常忽视隐藏的危机。但好在知错就改，虽不能及时挽回损失，但遭遇祸事也不会去放任自流，会去想办法处理，也算是能够为自己将功补过了。然而不管事后是否能够弥补止损，说到底这种处事作风还是不该被推崇效仿。毕竟当断不断，绝时必乱，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，切莫后知后觉。所谓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为人处事，不论身处何时何地，都应该事先有周详的准备，这样行事的时候才会游刃有余，哪怕中途遭遇到纷扰变动，也能处之泰然，不慌不乱。如果事先没有预备周详，冒昧从事，就会得到劳而无功，或功败垂成而作废了。这一点必须牢记，切莫儿戏。04渔猎无知，冥顽不化。说到最后一种马，高僧认为第四种马其实不能被称之为良马，而应当被称之为劣马，因为这种马渔猎无知，冥顽不化，不服从人的命令，哪怕驾车人在如何挥舞鞭子抽打，他们也会视若无睹，不为所动。这种烈马所寓意的人几乎没有慧根可言，他们在现实中同样表现得蚀骨不化，甚至自命不凡，自视清高。凡是总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即便遭遇祸事，也依然死不悔改，将错就错，唯有等到事态无可挽回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幡然醒悟过来。只是那个时候再来发心忏悔，也是为时已晚。
到头来只能是自讨苦吃，自作自受。凡世间愚昧之人，普遍缺乏道德常识，不明白事理，即便是将话说透了，也是一无所知。有时候他们并非主观上故意造下恶业，也可能是受到外界其他的事物影响导致的。故此，这类人最应该修身养性，避免心猿意马。而想要克除身上的陋习劣性，就必须坚信遵守因果报应，自古不爽的真理铁律。平日里接人待物要体态谦逊，要适时分辨且接纳他人善意的劝解。如果一意孤行，不知悔改，届时造下恶业，终究还是会得到恶果。待到果报降临时，就会有诸多恶事接踵而至，这时再去忏悔求助，那才是真正的骑虎难下，报复无门了。总而言之，慧根是先天的，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的。然而想要让慧根得到后天增长，我们就必须努力修行，专注心神，培养正念。正所谓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戒除杂念。妄念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需要我们从小事中一点一滴累积总结智慧，长此以往，坚持如初，慧根自然就能得到增长，福报也会悄然而至的。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慧根的人呢？第一，有慧根的前提是有善根。看这人有没有慧根，基础实际上是善根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善根，不可能见众生相并去掉执念，不可能的。比方说我们生而为人，用儒家来说，我们是恻隐之心为基础，我们生来就具备一个能力，能感同别人的感受。我们有老天赋予天道，赋予我们的大脑，有了感同为基础，浮现出来的是慈悲，也就是他的善根。这个慈悲是什么？如果悲的话，单独把它拿出来就是不忍，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情况会心生不忍。慈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那种爱，就像是身上带着父母之爱的母性光辉、父性光辉一样，有爱，带着一点疼爱。第二个，我值的分数越高，越看不到真理。看这个人天生是不是我值，看我值的分数。有的人天生我值，他也能感同别人的感受，知道你痛苦你难受，但是他在做行为的时候，为了实现自我的存在，自我的私欲，他愿意牺牲这个地球上任何人。他能够感同到的那些情绪，例如有的朋友天生10几岁就玩冷暴力，是极度我执的人。他其实知道这个时候身边人很痛苦，但是他就是玩冷暴力。我执谁说都说不了，我执的分数越高，慧根就越低，就越难以趋向，越难以离相。我们叫离相见性，你只有离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才可能见到道体的性。当你扣上了一个面具我的时候，把一切的真理和真相都挡在门外了，
只要一碰到自己就区别对待，只要一说到别人就是另外一个样子，完全对立起来。这样的大有人在，油盐不进。他昨天还说别人活得不潇洒，今天轮到他了，要死要活的。我直是一切诸苦的中心。第三，越认死理越看不到真相，就是法执了。认死理的分数，你认死理的分数越高，一定越难以看见真相。法执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理解为对一个事物的看法，执着的程度，对一番道理坚守执着程度。如果你是一个认死理的人，这一辈子你想打开慧眼，种下你的慧根，想去觉悟，怕是太难了。为什么我们要讲究随缘？为什么不能认死理？因为死理儿就是住，而这个世间的时间、空间、万象都留不住。你坚信只要坚守义气就能交到朋友，可是对不起，你坚守了你的义气，你的朋友背叛了你。义气没有换来义气，交朋友只是构成的因素之一，并不能用义气留住朋友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，他可能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利益干掉了你。所以当你认死理儿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失落、失望、失败，到最后很痛苦。如果你是一个有善根的人，你感同别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，你能像长辈疼爱晚辈一样有那一份爱的东西，至少你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情，至少你能够感觉到人性中最光明的那部分，你的生命更有动力，更有能量，你更能结下善缘。再来，我值得分数，你的自卑敏感的分数越高，一定越看不见外部的真理，看见的都是自己的自卑和保护。然后就是法执，认死理的分数，你认死理的分数越高，一定越难以看见真相。具备了这三点就是慧根，这不是智商。有的人就是没有文化，一天书都没读，人家就是善解人意，就是通情达理，不认死理儿，就是能体恤别人。这样的人就是有慧根之人。丢掉了内在的东西，不足以支撑你成大器。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回归自性，是对自己也对别人最上等的供养。有定力的人身动心闲，没定力的人身心皆动，能安定，是莫大的福气。世事纷扰，皆在心间，心静则智生，心乱则愚起。心若无求，万物皆美；心若宁静，智慧便生；心若迷乱，障门自现。无求即心不生，无着即心不灭。当把一切念头真正丢弃释放，过往的业力都抛下，有壮士割腕般的勇气剥离自我，就找到了答案。当你的心清静下来，你的智慧自然出现。所以坚持每一天日行一善，利他，把这个事情坚持做好，
美好的结果自动会来到你身边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种下善根。你是有善根之人，更是有福报之人。祝福大家福慧增长，善业力的磁场会加持你，逢凶化吉，常遇贵人，龙天护佑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